我们先来看看对岸的发展哦。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对岸经济很差，失业率很高哦。可是另外一面，他们的高科技在美国的这个防堵之下哦，不要讲高科技了哦，讲一般的这个手机的科技哦，现在发展的看起来是不错哦。新闻大白话已经连续好几天来讲这件事，那就是华为在美国的围堵之下，它发布它的新的手机，而且看起来好像功能还不错。今天的最新发展是什么呢？此刻正在北京访问的委内瑞拉的总统，他变成华为手机的代言人啦。我们来看看他在他自己的访中记者会上秀出了手机，来看看。Yo tengo dos teléfonos presidenciales. Este lo tengo desde hace 5 años y este lo tengo desde hace 1 año. Los dos son Huawei. Es la mejor tecnología que hay. Me ha dado un regalo que es la última versión tecnológica de Huawei que puede comunicarse satelitalmente. Y además mira cómo es. Tiene una pantalla gigante. La última versión de Huawei. Ahora va a ser mi teléfono cuando las cosas son ciertas. El mejor. Le recomiendo a toda la juventud comprar un buen teléfono Huawei。好，这是来自于南美洲的政治领袖委内瑞拉的总统他手上展示的这一部新的手机是华为 Mate X5 的一个折叠机。观众朋友，我们请导播来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的 X5 Mate X5 的这个手机现在呢他们也在做一个像是一个仪式感的一个展示一个取机服务，就是说你买了手机，然后你要把它拿回家，然后它就会有一个仪式感的这个取机服务有好多人为一个人提供这个开机开箱的仪式还戴上了白手套，其实很明显在模仿像是西方或是美国那一套，可是有用在消费市场上面是有用的，观众朋友。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华为 Mate X5 它的这个手机的玻璃，它的表面用的是昆仑玻璃，这是什么样的玻璃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官方的影片也在展示这个所谓的昆仑玻璃的一个试验那这个可以经过磨损其实上面这个笔就是类似在磨损它的表面，就是不会造成刮痕。而观众朋友，像现在在全球化的这个浪潮下，那当然你有自由选择，你要买什么样的产品的自由。可是很可惜的，或者是很吊诡的，因为美国本来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可是现在在封锁或者是在对抗中国大陆的崛起，所以华为它在封锁下。它出产了，它发布了它的新的手机，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冲击到 iPhone， 冲击到苹果的产品呢？我们都知道iPhone 15也问世了，那现在呢，包括因为华为在中国大陆现在被追捧，现在因为有一点民族情绪在里头，所以销售火爆，一机难求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很多型号的报价现在跟 iPhone 15是几乎是一样的价格，甚至还要更高。而另外因为中国大陆在疯抢华为手机嘛，所以也冲击到苹果的市占率。你不要以为中国大陆人不买苹果过去他们也买很多的苹果 iPhone 手机，可是这一次因为华为它出了好几款新的手机嘛，所以在冲击之下，可能Apple 这个 iPhone 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就会往下掉，那往下掉就会影响它全球的市占率。我们看到 Mate 60这是华为的手机，它的产量如果可以全球销售达到5000万只，那现在苹果因为被它冲击了，所以它下修到7800万只。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产品两边的一个对撞或者是新的挑战那这个 iPhone 那当然在苹果公司这里他们自己有一些警觉他们认为这个 iPhone 15这一次的发布在中国没有办法引发轰动所以他们也认为市场前景面临了挑战除了它要这个苹果在中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明显，他们在降低制造业务还有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去中国化嘛。那另外他们也就把这个生产基地移到印度去，印度要生产更多的 iPhone 我们也来看看，包括现在有一个说法出来了，说中国大陆要封锁 iPhone， 不让 iPhone 在中国大陆卖那现在官方出来做了澄清，他说没有我们的确担心 iPhone 有资安问题，因为你美国可以担心中国的产品有资安问题，那我们中国当然也可以担心你们美国卖的产品有资安问题呀那
白宫就说啊，中国现在要禁苹果了，要禁 iPhone 了，这是在报复美国哦。可是我们看到北京的说法是说没有禁，可是我们怀疑它有资安的问题，有可能吗？美国之音的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北京希望借由打击苹果，向拜登政府还有企业界同时发出警告全面要开战了吗？而现在华为啊。看起来它在9月25号它有一个新的发布会，这个发布会的日期啊是有意义的，因为2年前的9月25号，华为的公主孟晚舟也就是任正非的女儿当时在加拿大经过被长期的拘禁之后，回到中国大陆了。那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几乎全面的在直播这个事情。所以呢孟晚舟2年前回国的那一天9月25号，他们要举行Mate 60系列的发布会，那也许你也要问了，不是已经有人买到了吗？像赖老师都拿到了，怎么还有发布会呢？这是正式的发布会，那个先拿到的都是这个预购的，有门路的啦有门路的。而另外，华为 iWatch GT4 Series 登场了这个一整个系列就像是很多朋友都有带这个Apple Watch， 可是华为它也做了手表这个手表据说有古董表的外形还有2周的续航力这个你戴2周都不用充电那这个要来战 Apple Watch。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古董表的外形长什么样？是长这个样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Apple Watch 的比较简洁的设计不太一样就看观众或者是这些消费者要买单哪一款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华为的鸿蒙 5.0 即将上线，所谓平行宇宙功能，网络在传，那这有什么样的超强的功能呢？其实对很多科技迷来说，大家也都是在引颈期盼的。来，请教赖老师。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有人送过来，粉丝那有粉丝或者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也无从证实是谁送的那其实当初这个赠送的这一位他不具名，其实他就没有必要再不断的我们去追索是谁送的，因为这没有意义了因为他既然不愿意不愿意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是谁送的，那我觉得再去探索是谁送的真的是没有意义因为尊重对方嘛那对方如果要证明说是他送的，那就由他自己证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还是假了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华为当初被打压是事实，美国用莫须有的理由打压也是事实，找了一个国家安全的理由去打击一个企业，这坦白说不是一个公平正当光明磊落的行为，主要是因为他在那1年的时候他卖出2亿多机，超过了苹果那马上美国就采取这个手段了这个手段我不相信是苹果所为但是苹果是间接因此而受益，因为在高端的手机中就没有人可以跟，没有竞争者，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那可是从此以后苹果就开始怠惰了，苹果的更多的人就去加州外海去冲浪了所以从那个时候 iPhone 的12、13、14到今天的15都没有很大的亮点，坦白讲没有很大的亮点那现在华为 Mate 60 Pro 出来了它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也看到了很少有一只手机从它出来到现在都还在被讨论中，而且都还一直维持在热搜，这个最主要的是它的宣传策略，而且是美国，确实是美国的官员帮这个华为在做宣传因为人们多要到中国访问前还威胁警告华为说你给我搞个研发我就要怎么再制裁你，结果就在联盟都在中国的时候华为开始开卖，而一开卖以后大家把手机全世界就开始去把它拆开检证以后发现它确实是 5.0 以上，就是 5G 手机，而且速度非常的快，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把它的硬设施跟这个苹果做对比了，把它的软件跟苹果做对比，目前苹果被对比的结果下的时候毫无亮点，所以对于苹果来讲是重伤，而当美国的官员从这个布林肯等等这些官员都扬言说要对华为再施加更大的打击，然后呢这些国会的议员说我要把华为全方面打到底，这个时候大家就看透了，说你美国原来都是政客，你们是用政治力在打压华为，这个时候就帮华为再度宣传了那华为就在
9月25那天发布日，就是孟晚舟2年前回国被释放出来，而且孟晚舟是冤狱，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权的迫害，人身自由的迫害，都是很明显。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盼望孟晚舟当天会不会穿中国红啊？如果他又穿中国红，那就很明显的就打了美国跟加拿大的脸。我觉得有两极竞争对我们消费者是好事，是激起那个苹果再努力奋斗一点。要有竞争才有进步嘛。那我们消费者的 option， 我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华为帮了这个委内瑞拉总统 Maduro 的一个忙因为如果你今天看 Maduro 这个之前是美国的眼中钉美国一直在扶持一个对手Guaido 一直认为说我们承认那个人才是新的总统，结果撑了那么久，为什么没办法推翻 Maduro？ 就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推翻当地总统是常常干的事情，甚至这个月911大家都可能不记得了，是50周年纪念，是什么？是当年美国最难堪的一个在智利推翻阿叶的总统，硬是 CIA involve 在参与，然后把他那个总统就是击毙在这个他们的总统府里头。后来皮诺契上来就是一个偏美国，但是人权记录很糟糕的这个是一个。那委内瑞拉这次他就说，因为他用华为，大概美国无法掌握它，所以他说很安全，所以他没有被推翻。我觉得这个可能他可能是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因为你在这个甚至之前他的前任，我们知道这也是那个被美国整过，也发生军事政变，所以你就表查为之，也是碰到过这种情况。美国看不顺眼你的这个拉丁美洲人物，他绝对帮你弄掉。Maduro 已经被他们就是指名点名了很久了，但是呢，就是推翻不了他。他大概觉得说，可能和我的手机美国没办法掌握有一些关系。对，所以他说他有2只嘛，他5年前就用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但是基本上就是我这2天参加一个研讨会，我就看到美国是常常在他的后院也好，在其他地方，他就是制造当地的矛盾，然后呢，利用他国来做一些平衡。他自己最好不要介入你看，像明明这个华为的事情，你搞一个打手叫加拿大去做所以我就觉得美国有时候不太光明磊落了在这很多事情上面。那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稍微谨慎一点，不要没事当美国马前卒，当然还这么开心。对，是要自己还是要有点警惕，对，是不是？来，对啊，所以你在全世界看到很多都很奇妙被美国制裁最厉害是金正恩然后其次是普丁，2个被制裁最厉害的人欢喜见面，互赠步枪很开心然后互相各取所需你要弹药我就给你，你没有粮食，你需要太空的科技我就教你你看被抵制的人他们这么开心制裁的反而让他们更团结。马杜罗也是个例子马杜罗那时候选举选赢了，美国不承认，说我们要议长来当总统叫伊瓜多，马杜罗拒绝然后开始抵制你的石油，大家通通不准买美国压霸嘛。那大家知道当然瓜地马拉很受影响，可是他的老百姓大家撑住了。今年5月底，委内瑞拉对委内瑞拉的总统去巴西，对，为什么？南美洲现在都是左派在执政，左派都挺他，是，所以一个国家，他现在已经慢慢的解封了。他到中国大陆，他拿的这个产品叫做华为，华为同样是被美国抵制的产品，跟我马杜罗是一样的被美国抵制，我们强壮它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了，我们在讲这一片现在全世界被美国搞成又变成恢复到冷战，好像2个极端。可是美国已经不是当年自由民主的美国，而是一个不讲情理而且用让土匪手段、流氓手法。因为孟晚舟就是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嘛，人家只不过过境你那里，你就叫加拿大把他抓起来，然后开始吸手。为什么美国这么痛恨华为？因为他要超越苹果，因为华为不能监听美国不能监听，华为没有在华尔街上市美国的那些大老板没办法去控制他的行动，没有办法去压制他，所以他就变成打压的对象。
全世界有什么不讲理的国家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变成中国人的底气，大家都挺华为。那中国大陆有没有去抵制iPhone 呢？当然媒体大家都在写，他们政府说没有，但是我相信老百姓是有的。为什么可以让你们美国为所欲为？所以当你最后去冲到了民族主义的时候，那很多东西就变成不一定很理性。对。可是谁先没有理性？美国啊，都是美国在干的啊。那你把这些东西摊开的话，对于全世界来讲，它其实什么自由主义都死亡了，世界主义也死亡，这是张忠谋所讲的。其实是美国造成的。是。不过，我们同时也来关心我们台湾周围的国家哦。现在日本跟南韩同时内阁改组，到底是为哪桩呢？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日本的知中派下，知韩派上，讲的是谁呢？他们的外相哦，外相林芳正哦，台湾人很熟悉的这个外交部长哦，他这个离职了哦。那这个换上的是上川阳子，她是一名女性的外相大臣。岸田文雄在9月13号进行内阁改组，外界其实很关注说，日本呢，时隔20年再度出现女性的外务大臣啊，这一名外务大臣叫做上川阳子。那过去呢，林芳正被认为是知中派，跟中国大陆的交往啊也比较了解。可是上川阳子她的动向，或者他基本上的主轴是什么呢？也有人把他冠上是一个抗中或是反中派。岸田文雄说啊，这是将变化化为力量的内阁哦。那他特别点名了说，要求中国立刻撤销水产禁运哦。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日本呢祭出了水产禁运的措施，为的是排核废水这一件事情。而另外呢，上川阳子他自己讲了，他说要把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安全保障的根本，但是对于日中的关系要推动双方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哦。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刚刚上任的上川阳子立刻就跟布林肯通话了，聚焦的是日美的合作。而另外南韩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也宣布2度改组内阁，他撤换的是国防部部长。我们看到前南韩国防部部长李钟燮因为有争议事件呢，所以请辞了，换上去的呢是这个申元提。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这位女性叫做金信，她接任女性的包括家族部部长。在南韩的政坛，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大家关注，就是他在野党的一个领袖党魁李在明，他绝食已经进入了第15天，很可怕呀！15天不吃东西他撑不撑得住呢？韩国的执政党要求李在明立刻停止绝食，可是他不依为什么要绝食？他抗议因为他被指控说收贿拿这个贪污各种的指控，他说他没有，所以就用绝食这么激烈的方式来抗议。而另外我们看到美日韩是不是很害怕中俄朝同盟呢？这刚刚董哥讲到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还有朝鲜朝鲜就是北韩朝鲜跟俄罗斯的领导人已经握手了。可是如果再加上中国，那看起来西方世界会很害怕。我们看到日本今年第2次通报，大陆的航母山东舰航行在 Okinawa 在冲绳附近。而另外呢，北韩要买逆中战机吗？金正恩到这个共青城要视察苏凯的57生产基地。我们先来看看普京普京他怎么说？俄罗斯的总统他讲，远东开发是俄战略就是俄罗斯的战略优先事项。这个步伐它是不会减慢，也不会停下来的。我们摊开所谓远东如果以俄罗斯的这个观点来看，远东开发包括您看到这个西伯利亚中俄合作开发，而库页岛俄罗斯邀请中国来开发，北方4岛这是日俄的有一个争议的领土，而另外你看到独岛在韩国讲主岛嘛这是日韩的争议领土，海参崴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内贸港所以远东地区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战略的优先的事项。而另外呢，最近西方世界或者是很多人都在谈论的是中国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他去哪了呢？Moki 不见了吗？据说他已经有将近2个礼拜没有露面了，动向成谜。有人说他是下一个秦刚那另外呢，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他说我不了解情况，所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呢？来，请问赖老师。日本
现在的岸田文雄他面临执政的危机，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实在太低了，已经跌破3成了，一直往下探，2成多。这个对于日本的历届的这个首相来讲，他目前民调可能是最低的。过去的安倍晋三也好，菅义伟也好，他们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当民调支持度跌到3成多的时候，他们要赶快进行内阁改组，重组内阁，不然的话，他基本上他可能就会被党内逼下台了，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一直低下去，他的整个政党的未来的国会的改选就很不利了。所以通常岸田文雄这是他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他还是没搞好，看起来他的政治前途大概就结束了可能就到明年，了不起到明年他就下台一鞠躬，他就不可能像安倍晋三干那么久了。那尹锡悦目前也是一样，2成多。尹锡悦虽然他没办法连任，但是他的民调支持度如果继续一直跌下去的话，他的本身的执政危机，也就是人民对他的信任度太低的时候，那他的以后的推动施政就会面临很多的阻挠，很多的障碍。目前他的最大的反对党的结使已经进入10几天了，对，而且引起了韩国人民的心慢慢的就会纠结在一起，因为如果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的话，那韩国人民到最后忍耐不了，就会走上街头。那这个对于尹锡悦来说，他的执政也是虽然有宪法保障，但是他的情况也不理想，所以他也要进行小幅度的内阁改组。但是由于尹锡悦韩国的总统的制度跟我们台湾比较接近，所以他的总统的法律保障比较强。可是日本是内阁制，所以他的本身的领袖的地位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他的票也不过他就是一个议员嘛，然后他是多数党组合，一旦党内认为他不行了，就把他赶下来，这是很有可能发生。林芳正本来是找了一个知中派，想要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那岸田文雄认为他可以一面把美国关系搞好，一面把中国关系搞好，很明显的失败了。那这个彻底的失败以后，他当然林芳正处理不好跟中国的关系，就换了小野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女性的一个政治人物，她能不能搞好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我坦白说，我认为也不容易。即使中国一直希望能够跟日本维持稳定的好的关系，可是日本如果一昧的一直倒向美国去抗中的话，那要搞好跟中国关系恐怕没那么容易。是这个杨子他是这个抗中派吗？还是鹰派？我觉得他的本身其实他跟中国也有关系，所以他不能够说是抗中派，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日本他目前来讲，他跟中国的关系是取决于美中的关系，因为日本完全倒向美国的时候，你说日本在满足美国的要求情形下，如何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严老师。我想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普丁他在这个西伯利亚，在远东地区表示他会有一些作为就是说这个开发是一个战略优先的考量，那就让我想起来，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好像是俄罗斯来对东方远东地区的一个威胁特别中国很弱的时候，结果现在中国的高铁通过去以后，更方便了。那我觉得中国其实这些发展，后来我去接触，其实在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他们是看到中国是有一点点又爱又恨，就觉得说怎么发展那么快比他们快很多，然后也觉得有一点点威胁，但是呢又希望能够带动他们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普丁强调这一点，然后看到最近海参崴这个 Vladivostok 这样子对中国等于是方便中国的这个贸易，我觉得这个双方大概就是当你被美国，刚才我们前面讲美国逼急的时候，你就把两个本来不一定是就是应该我们讲说是英文叫 strange bedfellow 的应该是可能是同床异梦的人，你现在变成同床同梦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逼出来的。那同样今天他做成这个以后，就感觉上好像又到了这个北韩了
然后呢，跟南韩、日本、美国这三对三。好，以前我们讲说六方会谈，这个六方会谈，现在刚好是一半一半哦，就是说不是在讨论北韩的议题了，现在是彼此对立了。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让大家觉得一个新的发展。没错，以前六方会谈是大家要北韩把这个核武器解除，就现在变3-3哦，两边三方在对抗，两方在对抗。来进一下广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现在马英九前总统被绿营铺天盖地的来针对来批评，为什么？因为他讲了很多关于两岸的论述，而且呢其实他有讲到说，台湾现在少子化的源头，他认为是什么原因那就是两岸的问题没有搞好嘛。可是呢，我们看到包括涂醒哲前嘉义市市长就跳出来批评他，用很不好听的话批评说是孬种说为什么他说马英九的这个说法在破坏我们台湾人的心防没有资格当台湾的总统。可是现在马前总统他已经卸任这么久了，还拿来被当作箭靶来打，这是为哪桩呢？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主张是什么？反中抗中一贯是赖清德或者是民进党现在的主轴嘛。可是你只敢说却不敢做吗？包括您看到最近呢，他不断的在说福茂当年那个福茂好险被挡下来如果过的话600万就可以带全家人来我们台湾销价竞争。他这样的论述是对的吗？等一下会请来宾来跟我们解释，来跟我们讨论。他说10年前如果通过服贸协议，中国的服务业只要有600万台币就可以来台湾投资跟你们销价竞争所以讲的是说当年好险我们挡下来了。而像这样的论述其实也延续到包括执政党提名的这些年轻世代的立法委员。您看到太阳花学运成员集结前几天的新闻，5位这个要来参选国会立委、国会议员的这些年轻世代说，当年我们凭着理想热血冲进立法院，阻挠中国以商逼政所以他认为呢，当年是对的，因为当年的反服贸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方向。我们看到了，包括国民党、包括侯办，其实没有跳出来反驳，而跳出来反驳的是萧旭岑。萧旭岑说如果你对服贸这么有疑虑，那我们不要再讲废话了，你就把这个服贸的根源 ECFA 把它给停掉嘛。那这样子就把它连根拔除了这是毒药另外，如果中国呢有没有可能这个停止 ECFA 的关税优惠呢？最近对岸也有一些新闻出来了，我方就研判了我们的这个执政党的政府就说这是介选手法所以一贯的这个讲法就是说大家不用担心，这是对岸的介选的手法介入我们大选的手法所以会不会停这个不重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有赌盘了警方就公布了我们破获了一个大选的赌盘，可是这是疑似境外势力介选关键字都出来了，介选，因为你有什么证据说是介选呢？因为幕后有一个主嫌他的中文普通话不是我们台湾口音所以是中国人士现在有任何问题都是介选有人要介入我们中华民国我们的总统大选。另外呢我们看到呢金门，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现在就对岸的厦门就提出来说，我们盖了一个新机场厦门的新机场叫做翔安机场，那我们可以跟你金门共用那金门县县长陈福海今天就做出回应，他说共用厦门新机场我持正面看法，因为我们金门在这个雾季起大雾的季节的时候呢，经常没有办法搭飞机所以就是变成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如果厦门新机场、翔安机场可以作为航空公司备援转降机场，
那很好啊，哦，所以他是持正面乐观的看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执政党或者党政人士就说，怎么可能？这个没有沟通，怎么共用呢？就不太可能。而另外呢，包括对岸有提出来说，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基本上是跟厦门这里陆委会的回应也是说，这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我们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台海成为灰色地带了吗？我们看到13号我方侦获68架共机，40架越过中线。破了今年的记录，双破了今年的记录。而解放军的灰色施压到底目的何在呢？我们看到葛莱仪在美国的一位这个专家，他就说台湾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认为中国的军事演练的目的就是发展并且实践这些能力，我们应该要预计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而台湾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然后呢，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呢，来先请教董哥，董哥怎么看？我讲新闻人喜欢用对照的啦。马英九执政的时候，马英九为什么讲少子化是国安的问题？因为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小孩人口出生率成长了，那时候20万，一年20万，成长了每年有15000人。那这个数字是很不得了，因为现在全世界几乎没有像这样的。除非是很落后的国家，小孩拼命生，那像我们这样很不容易。那马英九卸任以后，这7年半，台湾人口每年少将近7万。我们今年1到6月少今年只出生1到6月只出生6.6万，所以可以预判今年的出生人口大概13万。马英九时代20万，现在13万。你现在有好的武器有什么用？对不对？你说我们有很多好的大学有什么用？没有人来练，没有人来操作武器，所以那些问题都是假的啦。这个用对照了，马上就清楚了。赖清德过去在立法院怎么讲马英九的政策？他说，如果两岸民航开放的话，解放军就坐着民航机进入台北市，占领总统府，这个叫木马屠城，他的标题就是木马屠城。那你赖清德当行政院长，你为什么不把它停掉？你就停掉嘛，对不对？你讲了这样活灵活现，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只要喊停就停啊。同样的，太阳花这些人，因为他选举现在又那种幽灵又出现了，令人不齿，对不对？就像萧旭仁所讲的你那么不爽的话，你就把ECFA法停，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服贸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架构啊。那为什么不敢停？民进党陆委会大家都不敢停，然后你要享受人家的成果，又要再讲说哇，这个来我们就会被人家600万全家就可以进来，把你的低价竞争。你讲这不是鬼话吗？就是用来做对照嘛。我有时候讲这些东西很感慨，因为我刚看到这一题金门，金门如果我们这个机场叫做翔安飞翔的翔，安全的安，那其实在闽南这里本来就有2个机场不够用，因为过去两岸还没有开放，那时候厦门是非常等于说非常的那个落后跟我们不能比啊。那现在它已经非常进步。很多人都到厦门去投资，然后厦门有很多游客，它是在中国大陆，它是适合居住旅游的一个城市前3名。那他现在觉得我要一个更大的国际机场，所以他就在过去属于金门县政府的一个岛，叫做大灯岛。一个山在一个登山的登，这个叫大灯岛。他就在这大灯岛旁边，然后又用人工做了一个把它扩大，对。填海造陆，然后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机场，那这机场大概有50平方公里，那大家可以看这个面积就非常大，那这个等于说是要媲美大陆北方的雄安，这里叫翔安，那它这个岛在我们过去的规划是怎么样？20几年前，台湾这边其实就有规划，从金门经过大灯岛，再经过厦门，然后就进入了跟整个福建就连在一块，就很方便。那当然，因为政治的因素一直没有成。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样的话，对金门人不管经济或者飞行或者怎么样都很方便。为什么呢？因为你金厦生活圈嘛。他不止陈福海县长所讲说，如果雾季我们可以从这里坐到台湾，不是，因为它是国际机场。金门人要出国不必再坐飞机到台湾来转飞机。对金门人来说比较方便，非常方便。飞到厦门，然后譬如说你去美国，你去欧洲，你去东南亚，是然后对各国的人也很方便。你如果刚好就在福建，你只要到厦门，
因为厦门现在高铁很方便嘛，对，它非常方便，而且又便宜。那你这样一转进来的话，马上进入了国际的航空，可以到各国去，所以它是对金门人来讲，它是非常好就是90%几的人都会赞同。那我们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赞成嘛，他们讲法说怎么可以盖这个金门大桥？金门大桥盖了，解放军坦克车就会进来了，就只要坦克呢就把我们占领了，就好像赖清德当年的口吻。那我们在马政府时代，我们的民航机一个礼拜800多架，是有解放军进来吗？没有，来了一堆观光客，花了很多钱，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多可恶，用那种宜人的话术，然后现在选举又把他的幽魂又拿出来，就是太阳花那些人，令人不齿。两岸直航其实为两岸的人民都创造蛮多的方便呢，必须讲。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对岸，不管是念书不管是这个经商各种的这个婚嫁的原因，在对岸都是有两岸的这个直航嘛没有解放军会搭民航机来台湾吧？我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可是当年赖清德的确是这样讲的。来请教这个赖老师。那样的讲，一方面就是没有知识、没有常识；二方面就是政治运用那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搭民航机来作为攻击的手段，因为民航机太脆弱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摧毁掉所以没有人会把有生战力这么宝贵的有生战力用民航机来飞行。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是鬼话，但是有些人就是睁着眼说鬼话，我们把它降称为睁着眼说瞎话我顺着这个董哥他所谈到的金门跟马祖的问题，金门跟马祖离台湾真的是太远了。所以我们台湾的发展你看台湾在这几十年来，从1945年好了，或者1949年到现在，台湾跟台湾的发展真的是起来了。那当然，这20-30年来，台湾的发展又停滞了。但是我们的发展没有办法照顾到金门跟马祖，这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太远了。那现在福州发展起来了，厦门发展起来了，我们却阻止福州、厦门的发展带动金门、马祖的发展，这不公平。这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是不公平的。你想想看，现在金门跟马祖相对台湾来说，严格上来讲是发展最落后的两个区域。相对大陆来说，你看厦门跟福州的发展也是最落后的两个区域。这两个县变成是最可怜的两个县。这两个县的民众，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却必须要离乡背井，要不就是到台湾来讨生活，要不就是到大陆去讨生活，而很少的这些专才的人能够在金门跟这个马祖能够再工作下去。像你说志成兄这样的一个人才，他没有办法回金门去服务嘛，因为金门不够发展，不够热闹，不够繁华，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当地来服务。可是坦白说，谁想离乡背井？我们都想在家乡里面贡献家乡。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因为政治让金门跟马祖没办法发展，不公平、不合理，应该要改变。可是问题就是，民进党嘴巴讲民主，可是有考虑到金门跟马祖人绝大多数人都要求要三通，要有这个金厦的大桥，都断绝他们，不让他们走，完全不民主。马祖也想跟福建福州有更多的连结，断绝不民主，都不考虑当地民众的真正的想法，剥夺他们的意志。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集权专制到这个地步，民进党当局真的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好，请教严老师怎么看这些问题？我看到这个厦门这个跟金门谈到这个机场的问题，我非常感叹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刚好台湾的时候正在推亚太营运中心那我那个时候我自己从美国，因为我在美国住了10几年，我很清楚美国的航空公司都是有一个点叫做 hub， 对不对？一个轴，然后呢，也很多飞机都飞到那里，然后就从那边再分到其他的城市，其他城市我到另外一个城市也是飞到这里。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台湾就是可以成为大陆沿海、东南沿海的一个营运中心。对就是美国的飞机、欧洲的飞机、澳洲的飞机飞到台湾，清晨休息2个钟头，然后马上接飞机飞厦门、南昌、福州。就过几年，因为没有成嘛，过几年我一看不对劲原来
福州直飞纽约了，厦门也直飞了，哇！结果是他们比我们国际，那我们反而是落后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常常政治人物错失很多的机会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机会，对金门的发展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如果意识形态作祟非常糟糕。那太阳花我真的是。我那时候开玩笑，我跟我学生讲，我说第一个你们那时候找太阳花，后来我看包括这个蔡正元委员也提到，我说你们就没有搞清楚，你是要对抗对岸，结果呢，太阳花跟向日葵，就是向日葵是老毛用的东西我说你们怎么会同一个都没有搞清楚，这第一个。第二个，台湾非常矛盾，同时在搞像那个占领立法院，就旁边过来这边中正纪念堂，你知道在展览什么？熊猫。各式各样的熊猫，年轻人可以同时拥抱熊猫。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拥抱熊猫我说你要是反对岸，就应该一路连熊猫都不要，对不对？可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最糟糕就是说，甚至今天像太阳花，如果说它真的是一个五四运动也好，或者这种青年的运动，完全不在乎政治利益本身的，那我觉得我还蛮欣赏这些年。可是不是为什么？我碰到过有一个学生要找我写论文，你知道他介绍他自己怎么写，说他弟弟是太阳花领袖，弟弟是太阳花领袖，就是说，这个和我们学术界有什么关系？对啊，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很糟糕。那就是一个光环，他对，所以太阳花这些，就像刚才那个赖老师也讲，你自己很多东西都可以，你太阳花的人应该现在就问他们，为什么民进党执政？你们没有把这个黑箱作业弄掉，为什么不把它去掉？然后现在又开始谈了。我觉得这一些双重标准我实在是很生气，是因为这些人还这么年轻，就已经这么坏。我觉得很糟糕。对，这个对台湾未来的整个我们的社会公民文化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就是怎么可以年轻人就已经一点理想性都没有，完全是双标，然后完全是这个以自身的利益为考量。可是他们口口声声还在说自己很有理想。没有，那对不起我完全看不起。我就真的我要讲，就是我自己不参与政治，可是我觉得说有人参与政治，有些还有一些羞耻心。这些我觉得已经没有羞耻心了。老师用的话很重，可是呢，也给这些同学，过去的是同学，现在已经变成政客了，自己想想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背弃当年的理想？或者是其实你是更坏的，你把理想当作你的招牌，可是骨子里完全没有。